在本届有港杯的比赛中 ，DK 战队不仅仅成为了比赛的主角，在场外他们的队员也成为了各大论坛的焦点话题。原因是在第二天 DK 对阵 Panda 的比赛中 ，DK 战队的选手 XB 在比赛过程中对 Panda 战队发出了一系列的嘲讽以及不和谐的言论。傻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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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跑！你给我跑！闭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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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就死一个人！由于本次比赛并未设置选手隔音房，导致选手们的一些对话被现场观众以及收看直播的观众听得一清二楚，随即引发了众议。赛后 ，Panda 战队的经理易峰在微博上发表了对于 XB 嘲讽言论感到伤心，而我们也在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易峰，来听听他对于选手们在比赛中嘲讽对手有什么看法。其实这个是每个队都普遍存在的，我们觉得嘲讽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是 DOTA 的一种特色。像以前看5国3也好，星际2也好，我觉得可能到现场看也是看选手在大屏幕上打的比赛，然后可能 DOTA 就不太一样，然后队员之间也有交流，然后两个队之间有嘲讽。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东西，我们并不抵制它。但是就是今天为什么会就是到后面大家闹不太开心，就是因为有点过头了，因为我们说嘲讽可以，但是不希望有脏话，然后可能叉 B 中途说了2-3句脏话吧，因为当时我和那个发 Sir 都在各自的队伍后面看嘛，他说第一句脏话的时候，我发了短信给发 Sir， 因为DK 跟潘大关系非常好，可以说我们 DOTA 我们的 DOTA 队有很多的合作，然后后面 DK 可能会发展那个 RTS 分部，我们在 RTS 方面也可能有合作，然后两个队一直都是一起训练，然后出来打比赛一起吃饭，所以就感觉像兄弟队一样的。然后突然间听到这个，我们就不是很能接受得了。就可能打其他队的话，他骂我们可能就当没听见了。但是这种关系很好的，所以一时间就不太接受得了。我发短信给发哥，但是后面又紧接着听到2句，所以我们都有点生气。然后我们队员可能经验也不足，然后就是受到了很大影响吧。因为我们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嘲讽无所谓，但是脏话就有点过分了，特别是关系好，这种就不太接受得了。其实，作为当事人 XB 也在赛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在其个人微博和论坛上都发表了道歉的声明。在面对我们的镜头时，他也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觉得嘲讽这个东西是线下必备的，像每一个队都是会有选手去嘲讽。我们队可能就是全队嘲讽，因为气势比较足，所以大家一般喊声都比较大。对于像昨天打潘达，我们打潘达的那一场，其实当时打的时候我还没有太多的注意，打完的时候我想一想，确实，当时打得太过于兴奋了吧。像打潘达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次来线下赛还是比较虚潘达的，我们觉得打他们的胜算是最低的。所以那场比赛也是太过于想赢了吧。还有关于嘲讽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还是会一直贯彻下去的，因为我觉得嘲讽是一种怎么说强心剂吧，能很大程度的提升，只要你喊得到位，只要你嘲讽的到位，能提升己方的士气，也能大大的打击对方的士气。其实，在很多体育比赛中，选手之间的嘲讽也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例如，著名的 NBA 球星穆大叔，在每次完成一次封盖之后，都会向着观众摇手指来嘲讽对手，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对对手做出这样的动作，将会受到联盟严厉的惩罚。而在电子竞技的比赛中，嘲讽的现象由来已久。嘲讽虽然可以把比赛变得更加激情，但更重要的是选手如何把控嘲讽的力度，这才是他们应该认真思考的。